好，各位，我是 Tim。过去我们采访了很多厉害的导演，郭帆、卡梅隆、诺兰，了解了很多精彩的幕后。但是我们一直很好奇，像这样的专业导演，他们在做纪录片的时候，又会是什么不一样的流程或者思路？所以这一次，陆川导演我们遇上了。由联想集团出品，陆川导演利用联想 AIPC 来创作的纪录短片《西野》，正好在上影节首映，我们也抓到了陆川导演，这是我第3次见他。那这也可以说是陆川导演第3部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片子。拍摄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记录了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饲养员们，他们的日常是如何来救助、饲养，还有放归野生动物的。整个线下观影的体验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很多人在中间都流下了眼泪，还有片尾那边那个雪豹的画面，我印象特别的深。在线下观影之后，我们立刻抓住了陆川导演，一起坐下来，想和他来聊一聊这些年关于创作，尤其是纪录片这个方向的一些见解，还有经验，因为这真的不容易，很少有人来分享，所以希望这一次我们的聊天能对你我都有一些帮助。今天其实挺接受的，陆导，就是我们说白了，我们想了解，就是做一个纪录片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因为你今天会比较丰富，我比较好奇，就是你个人在做一个架构的时候，你是先想好这个架构，还是在过程之中不断的去调整，去重新架构它？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很初创的想法，然后你猜它会有一些很硬的故事盒，所以呢，就是会选一些点，然后要求团队去挖，我们叫预采。在我们采访过程中间，一般会有10到20个对象，根据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会去做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编织，这个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。我们的底下导演组、摄影组，他们在西宁待的时间是超过300天，这么久，300天，真的就一直拍。是不是必须得投入这个时间和精力才能出一个好纪录片，还是说有一些取巧的方法？说实话，不管是纪录短片、长片，真正的纪录片是要经年累月的花时间的，你无法去编织一些情节，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在跟拍的过程中间它偶发性发生的。比如说我们戏里边有一些像给牦牛插管，那人家做的时候然后他拿嘴吹，这些都是很珍贵的，就是人家在那种现实生活中间，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下意识的，所以他不是摆拍。我觉得不投入时间的纪录片都是伪纪录片。通常一般是不是纪录片不适宜有太多人在现场？不适合，就是你太多人在现场，你就会强制性表演。正常人都是这样，有镜头对着你，就会去做一个好人。其实，对吧？对吧？你不怎么可能在一个镜头面前做坏人呢？对吧？就像我们现在我在接受你采访，我在镜头前面说的话，应该还是会经过修饰的。对，等到你说咔停，马上我要说一些别的话。对，可能就是对。其实我们做纪录片的时候，恰恰需要是关机以后那个人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概会有1个月至少到2个月，我们会就举着机器，但未必会拍，让他去适应机器存在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开始觉得这个机器就像一个蚊子一样，到最后他就去无视这个机器，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偷偷开机了。感觉拍人和拍野生动物一样，甚至比拍野生动物更需要时间去磨。像我们这个片子被拍摄对象，因为已经有了将近1年的接触，所以他们很真实，他非常彼此信任，才会真正的拍出来。对，而且他们在镜头前面给我们讲了他们生存的困境，前后拍了4遍，就第1遍全是套话，然后第2遍敞开一点，对，敞开一点点，直到最后1遍，很多人就在镜头面前哭泣。动物救护就是这种样子，想了所有能想的，做了所有能做的，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，最后还是保不住它的性命。当时我说抢救不过来，死亡之后那么大小伙子，现场就掉眼泪，看着一个一个从身边从眼前就没了的这种画面，真的不想经历这种事情。那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初创做纪录片的时候，他们这样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在采访过程中我就发现，这个人讲的东西很有意思，也许我应该挖一下；那个人讲的很有意思，我应该挖一下。但最后每个地方都挖一下，这整个内容就散掉了，就和最初的预期就偏离了。这个该怎么解决？我觉得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其实纪录片，因为导演不能够太强悍的干预表达，有时候会花很长时间要找到那个表达的核心。对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哪一个素材最打动自己。我们几乎是在最后成片的3个月之内，才锁定了
赵队长那段台词作为整个影片的最终的表达，就生与死，就是说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人都是哇哇哭，然后呢攥着拳头，然后人走的时候都是拳头一松就过去了。所以我看的时候其实是重锤了我，然后我们后来就开始围绕生与死在组织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后面就变得比较简单了。对，您认为一个导演，就比如做纪录片，是不是应该自己来剪这个片？这是必须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纪录片是完成在剪辑台上的。当你拿到几十个小时、几百小时的素材，然后你要去出一个几十分钟的片子的时候，那个剪辑师才是真正的导演。所以你不去剪片子，你就无法去控制你的内容。所以这个事儿是偷不了懒儿的。剪辑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执着的 control freak 对对对，可可西里不用说了，从头剪到尾。诞生在中国100%，但是我有个好的剪辑师 Mitch， 他其实做了非常棒的工作，他帮我把那个素材从750个小时变成了100小时。其实我们的成片才75分钟，后面35分钟左右是我把它拎到中国。这是我反复的给迪士尼写邮件，我说这个东西必须然后实剪之后，他们说 OK，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来剪，所以就到我来剪。刚刚我们讲的是纪录片为多，陆导，那你能讲一下你做纪录片和故事片时候的感受的不同吗？我觉得纪录片对我来说很像是话剧舞台。很多演员说他们拍戏，但他们想回到话剧舞台去充电，他们觉得需要过一段时间回到话剧舞台上去练一练。纪录片对于我一个故事片导演来说，就像是那个话剧舞台。我必须坦率地说，故事片的行业是一个名利场，涉及了很多别的东西和创作以外。对，就是你不得不被评价。但是纪录片是这样的，它天生有个属性，就是不被关注，不被看好，然后没有票房，没有人看。就像我这次诞生在中国的时候，当时迪士尼拿一份合同跟我说，这个导演合同上面写的就是3年半，而且很少钱。我说这么少钱你要绑我3年半吗？你签下那个你的名字那一瞬间开始，你就知道 OK， 这就是一个寂寥的默默无闻的一个旅程。我做纪录片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修行，也就是你自己把它做到你觉得对得起素材，对得起良心，对得起表达，所以就是会觉得蛮开心的，真的蛮开心的。做纪录片会有个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导演会自嗨，但也许这个纪录片别人不愿意看，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样规避活在自己泡泡里，又是别人愿意看，然后又能够打中这个主题而不跑偏？这个我只能说，我跟我的团队，第一不撒谎，第二不说教，这2件事我希望片子做到就行。我会用这2条非常粗粝的标准筛掉很多素材，剩下的我觉得是自然的真实的东西。你比如说放龟那段很打动人，要把这些东西都集在一起，变成个集锦，就不断的放野生动物出去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生命的一种体验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。在纪录片这儿，我追求的确实还是追求真实。5年以后看，10年以后看，都是真的。我会要求这个东西。对，有没有想过陆导，你看现在 AI 已经变得很强了，如果说有一天你能把所有的素材全部扔给他帮你看完所有的片子，他帮你整理好了整一个逻辑，这是他想的，这是你愿意会用的一个功能吗？不瞒你说，我用了，我已经用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真的让至少打了 AI 标签的一些软件跑过我们的一些素材，比如说一些 trailer， 就是我们预告片那些预告片，对，我让它跑了就很甜，你知道吗 ？AI 至少在纪录片这个领域还不能代替人类，真正的非常严肃的话题的东西，我觉得现在 AI 还是触达不到的。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训练一个模型，专门就是把，比如你的所有的纪录片跑一遍？我觉得迟早 sooner later， 当那个设计 AI 的那个工程师让 AI 去能够严肃的去对待一个更长篇的一个写作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会更快的去搭建出一个内容来。
那我比较好奇，就是这次联想他们也有对应的一些 AI 那些功能和工具，你们现在比如内部团队会用到哪些工具？我们在那个西宁，在它那个动物园，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联想给到的那些所有的器材非常先进。20年前，野猫救队完全没有这些东西，其实就几辆破车，还有一堆枪、望远镜，其他就没有了。那现在就是你会发现，哇，到了西宁野生动物园，那些野生动物，尤其受伤的野生动物，他们受到了救治，然后后来他们放归之前做的定位系统，然后用到的这种卫星啊，这一系列的这种手段，真正的就这种感觉，科技在赋能这种野生动物保护。作为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拍摄团队，跟 AI 的这次结合，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。无论是这个片子，还是我的749。都因为这种 AIPC 的这种带来的这种便利的条件，其实加快了进程。我也是，因为它那联想小天，然后能帮助你快速做 PPT 做那些东西，然后还有 AI 超级文件，它给到的东西和你开发的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，就你会发现，对它可能会提供甚至10倍以上的这种的效率，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前的一种体验。那我想再回到这个片子本身，那您觉得纪录片是要跟着时代的潮流来做的吗？我不在乎时代的潮流，这个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我觉得在中国有海量的更残酷的现实在等待着拍摄。如果能够让我自由的去拍摄，我可能会选择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题材，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是记录当下，它的第一要务就是记录当下，留给后世，以史为镜。我一直觉得我拍纪录片，我觉得是刚开始。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说自己已经是一个纪录片导演，我只是跨入了野生动物纪录片这个行业。无论是我之前做的一些东西，还是现在我正在做的749，在我短暂的这个电影生涯中间，就走到今天，我至少这一步，希望还是有胆儿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这我觉得真的挺值得敬佩的。没有。但749做了好久，是，但是现在终于快做完了。今年你会看的，我会请你。答应了，我一定要请我，我一定请你，我一定会来看。好的，谢谢陆导啊，谢谢。最后，非常感谢联想 AI 为我们提供的这次与陆川导演对话的机会。那正如陆川导演所说，他希望能够一直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。而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 AI 重塑影视行业与产业链，革新工作流，赋能创作者经济正在成为现实。而像联想 AIPC 这样的本地 AI 能力，将为影视创作带来更安全、更智能、更懂创作者的体验。这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专业的导演团队来说，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发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，也欢迎给我们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种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